各位朋友，欢迎回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公司可能不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名字，但它在整个 AI 产业链里绝对是绕不开的一环。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股票代码 MU。你可能知道英伟达是 AI 服务器的 GPU 王者，你可能知道台积电，它是半导体制造的巨头。但如果没有美光这样的储存厂商， AI 根本就跑不动。ChatGPT 也好，大模型也好，全都得依赖内存和储存的速度和容量。所以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美光到底是不是 AI 时代的存储巨头？它的股价还能涨多少？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们不仅会拆开美光的财报和产品，还会用 DCF 现金流模型来反推，到底现在160多美元的价格是合理的，还是市场过度乐观的泡沫？今天的内容我们已经帮大家整理成了8个部分，每一节都循序渐进。我们先从股价表现开始，然后聊一聊公司概况，然后再看一下公司整体的核心产品与营收结构，明确它主要的赚钱业务。第4，我们再看一看行业格局，然后我们总结一下美光的优势和挑战。第6部分，我们做基本面分析，用财务和估值指标来衡量，然后会带大家一起走进 DCF 估值模型，看看反推的结果合不合理。最后一部分是多空总结，整个逻辑会很完整，而且我们会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财务和估值讲得大家都能听懂。我们先看价格，截止到2025年9月22日，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美光 MU 目前正处在财报前的高位区间，股价1年内上涨了 81%， 从低点61美元一路涨到现在的164美元附近，接近52周最高点170美元。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对 MU 的预期已经堆积到了一个很敏感的位置。为什么市场敢把股价推到这么高？原因很直接，第4季度财报的高质量预期。目前的市场共识是营收约112亿美元， EPS 2.86美元，而像 Morgan Stanley 这些更激进的机构，甚至预期收入能到125亿美元。这也让大家把目光自然转向2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第1季度的展望，如果管理层给出更强的增长指引。第二个就是毛利率区间，只要区间在上调，股价就有可能继续拉高续强。但如果只是符合市场共识，甚至指引偏保守，那这种高位情绪就可能被获利了结的卖盘打断。当然了，这波上涨并不只是靠情绪，真正的底层驱动力来自于 HBM 和 DDR5 的量价齐升，尤其是 HBM， 高带宽内存是 AI 数据中心的心脏。美光在这一块被视为少数能和 SK Hynix、三星掰手腕的玩家，再加上今年 NAND 出现了罕见的反季节性上涨，第4季度合同价上涨了 15% 到 20%， 供需格局改善给价格托底，这在过去的储存周期里是很少见的。也正是这一点，让 MU 能在财报临近还维持住股价的强势。那在交易层面，接下来要盯住3条主线。第一点就是 HBM 份额和议价能力，包括 MU 在英伟达 GB200 以及后续平台的绑定深度，以及竞争对手在 HBM3E、HBM4 的推进速度。第二点就是 CapEx 曲线，也就是资本支出曲线。2026财年如果上调 CapEx， 说明管理层对 HBM 需求有更强信心，但短期也会压缩自由现金流。第三点就是 CHIPS Act 61亿美元激励的兑现节奏，资金什么时候落地，配套产能怎么建设，会直接影响公司中长期的成本曲线和估值中枢。总结来说，美光现在的股价已经不仅仅是周期复苏的反应了，而是被当成 AI 时代的稀缺存储标的，市场预期非常高，波动也会非常剧烈。我们再从数据角度看一看 MU 的股价，截至2025年9月22日 MU 的股价在161到167美元之间，距离52周高点170美元只差不到5美元，说明市场的乐观情绪已经被充分计入价格。过去1年，股价从61美元一路上涨到160多，涨幅超过 170%， 这是 AI 基础设施投资潮带来的直接结果。投资人也在关注这种快速上涨是否能持续。波动方面，日内振幅大概在 3.5% 左右，而5年贝塔系数是 1.47， 说明 MU 的股价弹性远高于大盘，尤其是在财报前后，这种高波动会被进一步放大。估值上，目前 MU 的过去12个月市盈率大约是 29.7 倍，对存储周期股来说，这已经是相对高位，这背后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几个季度业绩的强烈压注。
但一旦第四季度或者是第一季度的指引不及预期，这个高估值就可能会带来明显的回撤风险。所以从数据上总结来看， MU 当前是处于一个高估值和高波动的区间，市场预期极高，但风险也被同步放大。说完股价走势，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家公司本身的底子。Micron 中文是美光科技，其实它的历史很长了，成立于1978年，总部在美国爱达荷州。到今天，它已经成长为全球前3大的存储芯片厂商之一，市值大概在1840亿美元左右。这个体量在半导体行业里绝对算是一线选手。那它到底是做什么？核心就是2类产品 DRAM 和 NAND。DRAM 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器， NAND 就是闪存。大家熟悉的电脑内存条 SSD 固态硬盘背后其实很多就是用的美光的技术。换句话说，存储就是它的基本盘。而在 AI 时代，算力爆发带来的是对存储宽带容量的指数级需求，这才把 Micron 又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业务架构。美光把自己分成4个事业群，听名字可能有点长，但我们来帮你拆一下。第一块就叫做 CNBU 计算与网络事业部，主要服务对象是数据中心、PC、显卡、网络设备，简单理解就是和计算、网络最直接挂钩的部分。第二块是 BMU 移动业务单元，面向手机、平板、移动终端，重点是 LPDDR， 也就是低功耗内存，常见于手机和平板。另外一个就是 UFS 这样的产品， UFS 就是通用闪存标准。第三块是 EBU 嵌入式业务单元，嵌入式业务单元覆盖汽车、工业和物联网，强调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毕竟这些场景要的是长期稳定运行。最后一块是 SBU 存储业务单元，主要做企业级 SSD 和消费级存储，比如 QLC 和 NVMe SSD。QLC 就是4层单元的闪存，它的特点是容量大、成本低。NVMe SSD 就是基于高速协议的动态硬盘。所以你看，美光的产品线基本覆盖了从大数据中心到个人终端，从车载到工业设备的全场景需求。它不只是靠单一市场，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存储解决方案供应商。所以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去看它的财报、估值和未来增长逻辑，就会更清楚为什么市场在压住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光最核心的赚钱机器，就是它的产品结构。在2024财年，美光的营收大概有 70% 来自于 DRAM， 差不多176亿美元。DRAM 是它的利润心脏，涵盖了 DDR5、LPDDR、HBM 和 GDDR 这些关键类产品。DDR5 主要支撑服务器和 PC 升级潮， LPDDR 则是智能手机和 AI 手机的标配。而最近市场最兴奋的就是 HBM 高带宽存储，它是 AI 训练和推理的弹药库。GDDR 也不可忽视，游戏机和显卡对它需求十分旺盛。剩下 30% 的收入来自于 NAND 储存，大约是72亿美元。它们应用在 UFS 智能手机和平板、NVMe SSD 企业级和消费级存储，还有大容量的 QLC NAND， 主打低成本和高容量。所以总结来看， DRAM 是美光的核心利润来源，而 NAND 则帮助公司在结构优化上提升竞争力。当然了，我们光看过去还不够，我们还得看一看未来增长的亮点。第一个就是 HBM3E， 它已经在批量出货了，直接受益于 AI GPU 和加速卡的强劲需求。更前沿的 HBM4 已经送样，预计会在2026年进入量产，它很可能会成为下一轮增长引擎。第二个就是企业级的 NVMe SSD， 现在正逐渐从 Gen 5过渡到 Gen 6， 性能翻倍，容量也不断提升。第三个是高容量的 QLC SSD， 可以做到 60TB 到 100TB， 主要应用在数据湖和近线存储，这类场景未来的需求非常大。最后就是车规级存储，它对可靠性要求极高，但需求增长稳健。随着智能汽车普及，美光在这个市场的长期潜力也不容小觑。所以把这些亮点综合起来看，美光的增长逻辑就很清晰。收入大头还是 DRAM， 由 AI 驱动升级， NAND 结构优化帮助了毛利改善，未来的潜力点在 HBM4 和车载存储。换句话说，它既有当下的爆发点，也有未来的长坡后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光的全球布局。大家知道，存储产业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供应链游戏，研发和生产往往要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以平衡技术、成本和政策因素。
美光的研发中心主要在美国、台湾和日本，这意味着它的核心技术研发仍然牢牢掌握在本土和关键市场，制造基地则覆盖在美国、日本、台湾和新加坡，基本上把亚太和美洲的战略节点全都踩到位了。未来的重点是扩产，特别是在美国 Boise 和纽约的新厂，这背后离不开 CHIPS Act 的支持，最高可以拿到61亿美元的政府激励。换句话说，政府的钱替美光兜了一部分产能扩张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它在未来几年产能和成本曲线会更有竞争力。讲完布局，我们再来看看财务和市场地位。最新2025财年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美光收入大概在93亿美元，环比增长 15%， 毛利率在 39% 左右，净利润 21.8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接近20亿。这说明公司在恢复盈利能力的同时，现金流也在逐步改善。接下来我们聊聊行业格局，尤其是技术代际、需求端结构，还有整个产业链的挑战。DRAM 市场主要由3巨头统治，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格局很稳定，美光就是其中之一。而在 NAND 闪存领域，它排在前5，跟三星、海力士、凯霞和西部数据一起竞争。这个格局说明美光在存储芯片市场是不可忽视的核心玩家，在 DRAM 里绝对是主角，在 NAND 里虽然不是第一，但也牢牢站在了牌桌上。第二点就是技术代际与产品趋势。存储行业的技术演进其实非常快，尤其是在 DRAM 和 NAND 这2大方向。在 DRAM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从 DDR4 到 DDR5， 再到今天最火的 HBM 高带宽内存。HBM 的价值在于，它不像传统内存那样单纯堆容量，而是提供成倍提升的带宽。这对 AI 训练和推理来说，就像给大脑换了一条更粗的神经网络高速路。目前 HBM 市场主要是由 SK 海力士领跑，三星紧随其后。美光则是在2024到2025年开始放量，并且瞄准2026年推出的 HBM4。换句话说，美光要靠这一波来真正缩短和对手的差距了。在 NAND 闪存这边，趋势是从 TLC 向 QLC 演进。简单理解就是同一颗芯片里面塞更多的比特，提升存储密度，降低成本。同时，堆叠层数不断增加，从200多层走向了300多层。对于企业级 SSD， 方向就是大容量，比如 600TB 往上的级别，以及更快的接口升级，从 Gen 5向 Gen 6过渡。对数据中心来说，这些改进能带来更好的性能和性价比。第3点就是需求端结构，那谁在买单呢？其实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块是数据中心和 AI 服务器， AI 推理和训练直接拉动了 HBM 和 DDR5 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企业级 SSD 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年里，不少厂商的存储销售额都是靠 AI 数据中心在顶着。第二块就是移动端， LPDDR5X 和 UFS 4.0 已经在旗舰手机普及。AI 手机的概念进一步带动单机内存的提升，这给美光的移动业务打开了新的天花板。第3块就是汽车和工业，车规级存储讲究的是高可靠、长寿命。虽然整体体量比不上数据中心和手机，但是它胜在稳定增长，特别是电动车和智能汽车的崛起，正在让车载存储的需求持续放大。行业格局的最后一点就是行业挑战，当然，任何行业都有两面性，存储也不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周期性，存储行业向来都是涨价缺货、跌价亏损的过山车模式，供需变化非常剧烈。第二个挑战是资本强度，要保持技术领先，厂商必须每年砸下数十亿美元的 CapEx， 现金流压力巨大。第三个是技术门槛，比如 HBM 的良率问题， NAND 堆叠层数突破极限，演进速度越来越快，谁掉队谁就会失去竞争力。最后是客户集中度，像英伟达、苹果、大数据中心这些超级客户的议价能力极强，对存储厂商来说，虽然订单大，但同时风险也是集中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优势和挑战。先说优势，第一个亮点就是 HBM3E 和 DDR5 的放量，这些技术已经被主流平台广泛采用，说明美光在高带宽存储和新一代内存的布局正在兑现。第二个优势是服务器内存护城河，尤其是 LPDRAM 领域，美光是全球唯一的量产商，这让它在数据中心升级换代的时候，天然就能吃到红利。第三个是 SSD 产品线覆盖很全面，从 Gen 5到 Gen 6，容量已经超过60TB，
可以满足企业级存储和未来 AI 数据湖的需求。最后一个优势就是财务修复。过去几年因为行业下行，利润和现金流承压，但现在毛利率明显改善，公司已经重新转正。不过挑战同样也不小。第一个是同业竞争激烈， SK Hynix 在 HBM3E 上遥遥领先，三星也在紧追不舍，美光必须加快放量才能避免掉队。第二个就是周期性问题，存储行业有典型的涨价缺货、跌价亏损循环，如果需求放缓，价格下跌就会直接压缩利润。第三个是资本强度高，美国本土建厂加上先进制程投资，每年都要花掉数十亿美元，这会持续挤压自有现金流。第四就是客户集中度高， AI 芯片和云厂商，比如英伟达、苹果，还有各大数据中心巨头，在谈判时都有很强的话语权，美光很难完全掌控定价。所以总结来看，美光现在确实站在了 AI 浪潮的风口上，但是竞争、周期和资本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下面进入到美光科技的基本面分析。我们先看股权，在股权这一块，美光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内部人持股比例只有 0.21%，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创始人、管理层在股权上没有强势的话语权，公司完全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在运转。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机构驱动型公司的治理方式更加透明，但也意味着没有那种创始人护城河的保护。再看机构投资者，比例高达 83.99%， 这在半导体行业里是相当高的，说明资本市场对美光有高度认可。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股价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的仓位调整。比如说，如果某些大型基金集体减仓，美光的股价就可能面临较大的压力。至于散户，比例大概在 15% 左右，相对有限。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光的股价往往跟随宏观流动性和机构资金的方向，而不是像某些散户化的股票那样受到情绪的剧烈波动。最后还有一个细节，机构数量大约为2586家，覆盖面非常广，这意味着美光的股价不会过度依赖某一两家超级大基金，更分散、更稳健。整体来说，美光就是一家典型的机构型公司，谁在投比谁在管更能决定股价的走势。接下来看资本结构，美光账上有108亿美元现金，对应的总债务是162亿美元。如果单纯用现金覆盖债务，大约只有 0.67， 也就是说，现金不够一次性还清所有债务。但别忘了，它的流动比率 2.67， 短期偿债完全没有问题，负债权益比 31.95%， 处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既没有过度激进的杠杆，也不是特别保守，属于合理运用财务杠杆来扩张的状态。最后一个指标，账面价值每股大约45美元，但目前股价已经接近163美元，对应市净率 3.6 倍，明显高于历史均值。换句话说，市场给了它估值溢价，而这份溢价核心原因就是 AI 周期预期。那风险部分就比较现实了。首先，存储行业的周期性非常强，价格波动大，毛利率高度依赖供需平衡，只要需求错配，价格下滑就会迅速吞噬利润。第二点就是美光的资本强度非常高，它的资本开支 CapEx 占销售额 39%， 而行业均值只有 2%， 这就是典型的重资产公司，工厂设备投入巨大，导致自由现金流通常非常紧张。第三个风险是客户集中，比如说数据中心和 AI 厂商，比如英伟达是主要的云服务提供商，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客户一旦集中，就会对价格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再加上它的贝塔系数 1.47， 股价波动显著高于大盘，意味着投资者要接受更大的价格起伏。最后竞争也不能忽视， HBM 市场目前是 SK Hynix 占优，三星紧随，而美光的起步稍晚，它需要用时间和产能爬坡来证明自己能在这个高端市场上站稳脚跟。接下来讲一下股息，美光的年化股息大约是每股 0.46 美元，对应收益率只有 0.28%， 几乎可以忽略。它的派息率是 8.3%， 比较保守，把更多的资金用在扩产和研发。过去5年的平均股息率也只有 0.33%， 可见这不是一只靠股息吸引投资的公司。换句话说，美光的定位是成长股或者是周期股，而不是股息股。投资者要靠股价波动和业绩周期来赚取收益。最后我们看一下股价动能。过去3个月，股价上涨了 33.6%， 行业中位数只有 12%。过去6个月，涨幅为 59.5%，
行业中位数只有 14%， 而在1年的时间里，涨幅高达了 82.3%， 行业平均只有 11.7%。 这意味着什么？美光不仅远远跑赢了同行，还跑赢了自己过去5年的历史均值。在 AI 周期拉动下，股价动能非常强劲，所以在评级上它拿到了 B+， 虽然不是满分，但足以体现出趋势上的韧性和强势。我们再来看盈利能力这一块，美光的毛利率目前大约在 37.1%， 相比行业中位数 49% 仍然偏低，因此评级上只能拿到一个 C-。但如果横向对比它自己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有 26.8%， 现在的 37.1% 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改善了。这说明它虽然还没有追上同行的顶尖水平，但至少在走一个健康的上升通道。再看营业利润率，大约 22.4%， 远高于行业中位数的 6.3%， 在这里可以给到一个 A 级别。同时它的净利润率也很亮眼，大约为 18.4%， 而行业平均只有 4.3%， 这就说明它在费用控制和成本管理上比大多数同行都要做得更好，成本效率正在逐渐转化为实际利润。最后一个关键指标是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大约 13.1%， 几乎是行业平均 5.2% 的2倍。综合来看，美光的短板依然是毛利率，也就是说，产品本身的盈利能力跟高毛利的厂商相比仍然有差距，但它的运营效率和净利润率恢复得非常强劲，所以整体盈利能力是有支撑的，不是空中楼阁。接下来我们看成长性。过去1年，美光的营收同比增长高达 58.2%， 而行业中位数只有 6.9%， 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评级直接给到了 A+。如果看未来营收增速预期，市场预计大约为 46.9%， 行业平均只有 7.6%， 依然是完全碾压的。再来看营业利润的同比增长，数据更夸张，高达 3084%。 当然了，这里面有低基数效应，因为前1年是亏损的，转盈之后弹性非常明显，但这也证明了一个事实， AI 周期来了之后，存储厂商的业绩弹性非常大。长期来看，市场预计未来3到5年的每股盈利复合增长率大约是 89%， 而行业平均只有 15%， 差不多是6倍的差距。所以美光的成长性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主要驱动力就是 AI 周期带来的 HBM 与 DDR5 的爆发需求，预计未来2年它依然可以维持高增长。讲完成长，我们再来看一下估值。目前美光的市值大约是1840亿美元，企业价值约为1900亿美元。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过去12个月的市盈率大约 29.7 倍，偏高，反映的是市场对它高成长的强烈预期。但如果看未来市盈率，大约只有 12.5 倍，属于合理甚至偏低水平。换句话说，如果盈利兑现，估值并不贵。再看一个关键指标 PEG 比率，也就是市盈率比上盈利增长比率。美光的 PEG 大约是 0.18， 远低于1。按照投资理论， PEG 小于1一般说明成长性相对于估值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它的市销率大约 5.5 倍，市净率约 3.6 倍，以及 EV 比上 EBeta 大约是 11.7 倍。这些指标相对历史平均偏高，但考虑到 AI 周期下的高成长预期是可以接受。所以如果未来2年增长兑现，美光当前估值不算贵，甚至有低估的成分。最后我们来综合总结一下它的基本面。首先，从股权结构上看，美光高度机构化，股价弹性也因此比较大。资本结构方面，现金比较充裕，杠杆适中，但巨额的资本开支确实吞噬了自由现金流。风险因子则集中在行业周期、技术竞争和股价高波动这几面。从分红政策来说，美光基本上属于象征性分红，投资逻辑更多还是压住成长，而不是现金回报。股价动能这一块非常强劲，过去1年大幅跑赢行业， AI 叙事是最核心的催化剂。盈利能力虽然毛利率仍然低于行业，但净利率和 ROE 已经强势改善，成长性则远超于行业平均，盈利能力从亏损到转盈，长期的 EPS 增速接近 90%。 至于估值，虽然 TTM 市盈率偏高，但 Forward PE 和 PEG 都显示仍有吸引力。所以总结来看，美光的特性就是高度周期性、高成长性和高波动性。短期受益于 AI 带动的 HBM 和 DDR5 需求爆发，长期能否走得更远，就要看毛利率是否能持续爬坡，以及资本开支消化的速度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同业对比。
这一页我们把美光放在5个同行的坐标系里看：高通、德州仪器、ARM、英特尔、亚德诺。先说体量和企业价值，美光目前市值大约1820亿美元，企业价值略高一些，在1860亿美元左右，说明公司整体是轻微净负债的状态。高通的市值和企业价值与美光接近，不过高通是标准的无厂设计模式，资本开支小，轻资产。德州仪器和亚德诺同属模拟芯片龙头，市值分别在1600多亿和1200多亿美元，企业价值也略高于市值，反映的是稳定的现金回报和持续的产能投入。ARM 则完全是 IP 授权生意，市值1500多亿，但企业价值更低一些，说明账上净现金比较多，杠杆很轻。英特尔这边市值1300多亿，但企业价值高于市值，员工数量超过10万人，典型的重资产加重资本开支的一体化制造模式。如果把经营模式摆在一条线上，你会发现差异非常清晰。美光做的是存储器制造，也就是 DRAM 和 NAND， 对价格周期最敏感。高通则是以移动和射频平台为核心，受智能机和边缘 AI 的节奏影响更大，资产最轻。德州仪器和亚德诺以模拟和电源管理见长，产品线长尾，更新慢，毛利高，但短期会受工业和汽车需求波动影响。ARM 靠架构授权收版税，员工只有8000多人，经营杠杆非常高。英特尔是 CPU 和代工的双线故事，资本强度最大。再看覆盖这几家公司的分析师数量，美光和德仪都在30多到40位的量级，关注度很高。这意味着信息会被很快反映到价格里，财报和指引的每一点变化都会迅速传导到股价。接下来这一页看近1年的股价表现，差距就更直观了。美光领跑，涨幅大约为 76%， 第二名是英特尔，约为 27%， 讲的是 PC 服务器周期复苏和代工转型的预期。亚德诺正增长，但是很温和，大概为 9%， 属于防守带一点反弹。高通基本持平，约为 2%。因为手机市场刚从底部恢复，真正能把 AI 算力变现到单机价值上的时间还需要观察。ARM 1年期几乎走平，约为正的 2%， 这更多是在前期大涨之后进入高估值消化等渗透率兑现的阶段。回撤明显的是德州仪器，约为负的 12%， 背后是工业链条的去库存仍未完全结束，同时扩产带来的折旧压力正在侵蚀利润。那为什么美光能跑这么快？核心在2点：价格与结构。一方面 DRAM 与 NAND 的价格在这一轮明显改善，供给纪律也就是前期减产叠加 AI 服务器对 HBM 和 DDR5 的强需求，把毛利率和利润弹性都拉起来了。另一方面，公司在高带宽存储和企业级 SSD 上的放量比较顺畅，结构升级对估值也有支撑。英特尔之所以能够拿到第2名，逻辑是复苏和转型叙事， PC 服务器需求回暖，制程路线图加快，以及外部代工客户的可能性。至于高通、ARM、德仪、亚德诺，更多的是各自赛道的节奏不同。手机复苏慢半拍， IP 授权高估值阶段等待增量，模拟芯片处在去库存末端，这些都会把股价弹性压住。所以如果从配置角度给一个直白的指南，就是高弹性就要看美光，要转型故事就要看英特尔，要稳定现金流和较强防守就看德仪和亚德诺，要中期受益手机加边缘 AI 就要看高通，而要压住架构渗透和长期生态红利的则是 ARM。 当然了，这只是理解框架，不构成投资建议，真正落地还是要定一下各家的下一季指引、毛利率区间和资本开支节奏。尤其是美光这类高弹性标的，上行的时候跑得最快，掉头的时候回撤也同样不会手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同行公司的负债情况。美光目前的总负债是162亿美元，净负债只有40亿美元左右，负债与股东权益比大概是 32%， 长期负债占资本总额 23%。 换句话说，美光虽然是重资产行业，但整体的杠杆水平算是比较健康的，财务压力可控。相比之下，高通的负债率就明显高一些，总负债接近148亿美元，净负债接近48亿美元，负债股本比超过 54%。 德州仪器的情况更突出，负债股本比高达 85%， 说明它更依赖债务融资。而英特尔负债总额超过500亿美元，净负债就有290亿美元，整体杠杆水平接近 48%， 这也和它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计划密切相关。
如果再看 ARM， 几乎没有什么负债，总负债只有4亿美元，甚至还出现负净债务，说明它账上现金充裕。亚德诺的负债比也比较轻，整体来看是所有公司里最稳健的标的。所以从对比来看，美光的财务结构处在一个中等健康的状态，比高通和德州仪器轻松，但没有 ARM 和亚德诺那么轻资产。接下来看营收成长性，这里差距就非常大了。美光的表现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过去1年营收同比增长高达 58%， 未来营收的预期增长也有 47% 左右。这背后当然是 AI 周期的直接拉动，尤其是 HBM 和 DDR5 的需求爆发。对比来看，高通过去1年的营收增长大概在 16%， 未来预期 7% 左右，属于稳健但不算突出。德州仪器几乎没有增长，只有 3%， 未来预期也只是个位数，长期增长压力比较明显。英特尔的情况更糟糕，过去1年营收还在下滑，负 3.7%， 未来预期甚至略为负数，这和它的转型周期以及 PC 市场疲软密切相关。反倒是 ARM 的未来增速表现亮眼，虽然当前基数小，但未来3到5年的复合增长率都能达到双位数。亚德诺则处在中间水平，过去1年增长 7%， 未来增长预期不高，但长期5年复合增长能达到 13% 以上。所以这里我们能看到，美光是靠 AI 周期吃红利， ARM 靠的是架构授权带来的高成长，而传统的德州仪器和英特尔则面临结构性的压力。最后我们看一下盈利能力，美光的毛利率大概在 37%，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比如高通和德州仪器的毛利率都在 55% 到 58% 之间，亚德诺更是超过 60%， 而 ARM 甚至接近 97%。 但美光的亮点在于它的净利率达到 18%， 和亚德诺差不多，远高于英特尔那种还在亏损的状态。从 EBIT 利润率来看，美光大概在 22%， 处于中等水平， EBITA 利润率更高一些，超过 46%， 说明它在运营效率上的修复已经比较明显。相比之下，高通和德州仪器的整体盈利能力还是更强，但增长性不如美光。ARM 的利润率虽然数据非常漂亮，但它的商业模式和存储半导体不太一样，更轻资产，不能直接横向比较。总的来说，美光的盈利能力并不是行业最强，但在经历了上一个低谷之后，它的利润率正在快速修复，而这种修复往往意味着股价的弹性空间比那些已经稳定的公司要大得多。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对美光科技的评级情况。整体来说，分析师的态度相当积极，有6位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的评级，这代表他们认为美光的股价还有非常可观的上涨空间。除此之外，还有25到26位分析师给出了买入评级，说明大多数机构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配置的标的。另外，大概有6位分析师选择持有，他们可能认为股价已经比较接近合理区间，短期上涨潜力有限，需要继续观察。而给出跑输大盘的分析师非常少，只有1位左右。至于卖出评级，几乎没有人给出，这就意味着在华尔街眼里，美光目前的投资逻辑还是很清晰的，多数人都看好它未来的增长潜力。然后我们看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区间，当前美光的股价大概在 164.62 美元，而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是 162.86 美元。也就是说，市场短期内的实际走势比分析师的整体预期还要稍微乐观一些。如果我们把区间拉开来看，最低目标价只有95美元，这说明仍然有部分机构担心行业的周期性下行，或者是盈利承压的风险，但最高目标价却高达200美元，反映了在 AI 和存储需求爆发的背景下，美光可能存在的强劲上涨空间。整体来看，股价目前略高于平均目标价，风险和机会并存。如果 AI 周期继续拉动需求，那么还有 20% 以上的上涨潜力，但如果周期遇冷，也不排除股价出现回调。总结一下，分析师的观点集中在看好为主，区间则体现出行业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投资者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需要谨慎评估的风险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 这一页我们先把框架搭起来。传统的 DCF 是自上而下，先预测公司未来每年的自由现金流，再用资本成本把这些现金流折现回今天，加上中值得到企业价值，最后减掉净负债，算出一个股权价值，也就是对应的股价。但问题来了，对存储这种强周期行业，
要从上到下精准地画一个10年的现金流，其实误差会非常大。所以我们换一个思路，用反向 DCF。反向的意思是，今天的股价已经给你了，比如$163，那为了让163合理，模型里最关键的2个旋钮，自由现金流率，也就是 FCF margin， 以及未来5年的收入复合增速必须取到什么水平。把这2个隐含假设反推出来，我们就能判断市场现在是在讲一个合理的故事，还是讲一个需要发动才成立的故事。好，先把结论摆在桌面上。要支撑美光当前大约$163的股价，模型里隐含了2把关键刻度。第一把就是自由现金流率 ，FCF margin 需要做到大约25%。第二把是营收增长，未来5年复合增速大约为65%。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公司赚$1收入，最终沉淀出$0.25的自由现金流。与此同时，在美光这样的大体量上，未来5年要维持中高个位数的稳定增长。这里我们用的是半导体行业最常见的一档资本成本和温和的终止假设，目的不是算一个神乎其神的精确价格，而是把钢量校正到行业认知的常识区间。接下来我们来逐一拆解这2个刻度现不现实，难点在哪里。我们可以把自由现金流率想象成一座桥，这座桥上有税后经营利润加折旧摊销减资本开支再减运营资金变化。对存储厂来说，桥上最重的那一块就是资本开支，它意味着建厂、扩产、换工艺都是实打实的现金流出。横向对比一下，像高通、德州仪器、亚德诺这类轻资产或类轻资产公司，常年能做到20%到30%的自由现金流率。那么，因为要么主要做 IP 设计授权，要么就是成熟的模拟现金流 ，CapEx 本来就很轻。反过来看重资产的自建工厂型，投资高峰期甚至会跑出负的现金流。回到美光自己，一个完整的周期里 ，FCF margin 多数在10%到15%摆动，最近滚动年度大概在3%到4%。核心原因是 HBM、DRAM 和 NAND 都在上坡期 ，CapEx 占比高，把这条曲线一下子抬到25%，意味着毛利率要上更高平台。同时 CapEx 销售额要明显下台阶，营运资金也得控制。如果再往前推一步，想让25%不是偶尔冒尖，而是可持续，常态毛利率大概要占上40%到45%。CapEx 比销售额压到10几的区间，且不能被价格周期抽走水。结论就是25%虽然不算天方夜谭，但是对以存储为主的重资产公司来说，属于偏高且要求苛刻的目标，需要结构加周期同时配合。第2个指标是营收增长。长期来看，美光的年均增速大概在5%到6%，而反推出来的结果要求未来5年 CAGR 要维持在6.2%。说实话，这个数值算是略微乐观，但并不是特别离谱。支撑逻辑很清楚 ，AI 数据中心带来 HBM 和 DDR5 的需求 ，NAND 市场开始回暖，企业级 SSD、汽车 NAND 渗透率都在提升。另外，汽车和工业应用的需求也在稳步增长。但风险同样存在，存储行业的周期性依旧非常明显，价格波动剧烈。一旦 AI 投资放缓，增长率很可能回落到5%左右。所以，这个6.2%的假设偏乐观，但是在 AI 驱动的背景下，具备一定合理性。我们把2个刻度放在一起，能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结论。增长这把刻度6.5%，乐观但是能讲通；现金流这把刻度25%，要求更高。但在 HBM 高毛利规模化加上 CapEx 下行这2件事同步兑现的情境里，阶段性可达，但是常态化是偏难的。落实到执行层面，建议盯3类可跟踪的指标。第一个是毛利率指引带来是否连续几个季度上台，这直接验证产品结构和价格带。第2就是 CapEx 比销售额是否确认进入持续下行。其3就是 HBM 占比与良率是否按节奏放量。这是综合毛利被结构性拉高的关键。所以总结来看，在反向 DCF 框架下，$163的美光已经把盈利质量改善和稳健增长写进了价格。如果2件事都走顺，那叫贵的合理；如果兑现节奏慢于预期，股价也会如实反馈。这正是 DCF 在强周期行业里最有价值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多空逻辑。在多头逻辑里面，我们主要看4个驱动因素。第一就是 AI 驱动需求，AI 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高带宽存储，
所以 HBM 和 DDR5 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美光已经顺利切入 HBM3E， 并且未来有望量产 HBM4， 这意味着它不会错过这一波核心赛道。第二就是产品结构化，美光不再只靠低端存储，而是持续加码高端 DRAM， 比如 HBM、LPDDR5 这些能显著提高平均售价的产品。同时，企业级 NVMe SSD 和汽车级存储的渗透率也在提升，这些市场稳定性高，利润率也更可控。第三就是政策与资本支持，美国的芯片法案 CHIPS Act 会给半导体企业带来补贴，帮助缓解高资本开支的压力，而且来自政府的国防高性能计算订单也让收入更有保障。第四是行业集中度， DRAM 市场本身就只剩下3强，三星、海力士和美光。在 NAND 领域，美光也基本上是前5家的公司主导，这种寡头格局意味着竞争壁垒很高，价格战的风险被一定程度削弱。整体来看，多头逻辑强调的是需求爆发、产品升级、政策加持以及行业集中度带来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逻辑，首先是周期性风险，存储行业是出了名的周期性强，价格波动非常剧烈，一旦供需错配，平均售价快速下滑就会吞噬掉利润。其次是资本开支压力，和高通 ARM 这种轻资产公司不同，美光依旧是重资产模式，需要大量建厂投资。当前它的自由现金流转化率只有 3% 到 4%， 要反推出 25% 的水平几乎是很乐观的预期了。第三是竞争压力， HBM 市场现在由 SK 海力士和三星主导，美光是后来者。虽然赶上了 HBM3E， 但能否迅速提高市占率还不确定。最后就是估值透支风险，反向 DCF 模型显示，当前163美元的股价已经隐含了乐观盈利的预期，如果 AI 投资热度放缓，估值可能会面临回调。所以空头核心逻辑在于周期波动大，投入资金重，竞争压力强，且估值可能过度乐观。那么我们把多空逻辑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视角。从多头角度来看， AI 周期叠加 HBM 产品的量价齐升，确实可以让美光迎来历史性的盈利改善。但是从空头角度来看，它仍然面临高资本开支、低现金流转化率，再加上存储器行业的周期性，让 DCF 模型的假设显得过于乐观。因此当前股价已经基本计入了市场的极高预期，后续要关注的2个变量，一是 HBM 渗透速度，二是自由现金流的改善情况。如果这2个指标表现良好，股价合理，但如果不及预期，美光就存在高估的风险。好了，今天我们把美光科技的多空逻辑都拆解了一遍。总结一下，美光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拐点， AI 热潮和 HBM 爆发让它站上了风口，但与此同时，它的资本开支压力和行业周期性风险也让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它既可能迎来历史性的突破，也可能被市场高估的预期拖累。那么你怎么看美光？是 AI 时代最值得压住的存储巨头，还是估值透支的风险标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如果你觉得这期分析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转发给朋友，并且订阅频道。这里是 Money Doc Eric， 我们下期再见。